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未来》第2季第5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了约翰回到家乡，并在这里开启了一场寻爱之旅。美好的一天，弗莱一边吃着奶油热狗，一边和班德追剧。重要的是，这热狗还能自动加热。班德则更懒，现场表演了酒来张口。这时，艾米和莉拉走来，他们吐槽弗莱像一个装满垃圾的肥麻袋。班德的啤酒肚大到连门都关不上，两人决定带他们去健身房。约翰迫不及待来到健身房，艾米打算去蒸桑拿，约翰则去和鹦鹉螺人做运动。对于这个男女混合蒸汽房，弗莱很满意。蒸完桑拿，艾米还瞧见一个帅哥，结果这哥们儿只有脸是帅哥。弗莱举着哑铃，趁机向莉拉炫耀，莉拉只好帮他调了一下重力设置。约翰一把夺过哑铃，对于他来说这是小 case， 他还要求增加重量。机关头再次出现，约翰却还要加重，艾米和弗莱只好把自己送了上去。巨大的重量让约翰越来越激动，最后他完全失控，开始大闹健身房，孕妇都被他吓得就地生产。于是几人将他捆住带回公司。莉拉说，想不到平时最正常的人分起来竟然这么不正常。约翰祈求艾米放了自己，艾米回答，做梦，被你骗了7次是你的错，但被你骗8次以上就是我的错。弗莱表示约翰可能感染了寄生虫，但约翰本来就是寄生虫，众人一筹莫展。班德却想开品虾宴，关键时候还是教授靠谱，他给约翰打了一针镇定剂，并找到他的病因，原来是约翰体内的男性果酱太多了，现在又正是他的交配期，因此只有把他送回故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弗莱莫名兴奋，出发前艾米第8次被约翰骗。终于来到始祖木星，也就是约翰的家乡，族人热情欢迎约翰，并告诉他距离狂欢还有19个小时。约翰很高兴，看起来也比之前正常多了。在这里他们不谈恋爱，所以约翰不需要找一个爱自己的人，不是龙虾，只需要找一个能接受他基因的雌性。看完曾经出生的地方，约翰和小伙伴们来到敖前决斗现场。为了荣誉，族人们要在这里一直战斗到领盒饭。不过这关弗莱什么事？比起2个男人之间的战斗，他更喜欢交配仪式。4人又来到沙滩，约翰精心打扮，开始表演艺术秀。看着他们夸张的模样，弗莱忍不住嘲笑。班德却说他们和人类并无差别，都是通过互喷 DNA 来制造婴儿。一天很快过去，每个人都有伴了，而他还是单身一人。班德甩锅给弗莱，表示约翰就是失败弗莱的龙虾版。弗莱很生气，谁说我找不到女朋友的，我只是太忙了。就在约翰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希望来了。艾德娜是他的高中同学，他一定不会嫌弃自己。结果人家还是拒绝了他，因为他要为自己族群的利益找一个充满男性果酱的配偶，而约翰是个典型的差劲雄性。约翰十分难过，回到飞船，莉拉安慰他，他却让莉拉闻自己的臭味线。看来还是要弗莱出马。他说，如果约翰想要抱得美人归，就得假装爱上对方，就像这样，看着我，性不性感？莉拉并不是这一套，但想到前男友都是这么骗自己的，她就嚎啕大哭。爱成功激起了约翰的兴趣，弗莱开始教他如何假装爱上别人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鲜花加浪漫，谎言加谎言。理论知识结束，他们决定实战。事实证明，弗莱的方法真的有用。当约翰换一种方式和艾德娜说话，艾德娜竟然觉得他明显的缺陷变得不明显了，基因也不再不受欢迎，闻起来也更臭了。约翰成功约到艾德娜，弗莱让他继续说甜言蜜语，约翰却越来越糊涂，陌生的感觉充斥着全身。难道爱就是除交配以外的原因去关心异性？趁着艾德娜在卫生间补妆，莉拉向她坦白一切。当得知约翰的甜言蜜语是弗莱教的后，他就邀请弗莱共进晚餐，但真正的目的是让他成为自己的配偶对象。可弗莱并不想和一只龙虾交配，艾德娜只好霸王硬上弓。就在这时，约翰来了，他以为弗莱背叛了自己，对他发起敖前决斗挑战。弗莱大惊，国王宣布两人为了争夺艾德娜而进行生死决斗。虽然弗莱并不想要艾德娜，但只要一方提出请求，决斗就不能取消。弗莱被推上战场，莉拉要求国王停止决斗，国王拒绝，他坚持兴奋独身主义。班德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赌约翰会赢。决斗开始，弗莱选择了钳子作为武器，而约翰则用自己的钳子。为了大赚一笔，班德还让弗莱在第9回合时输给约翰。最后本来稳赢的约翰却因为艾德娜被弗莱用钳子夹住了脖子。众人都以为约翰要领盒饭，弗莱却扔掉钳子，他表示绝对不会让一个女人破坏自己和约翰的兄弟友谊。真正的决斗正式开始，但所有人离开。原来19个小时已过，狂欢来临了。艾德娜最终选择了国王，约翰就是这样错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体验，但他依然记得医治弗莱。虽然错过狂欢，但约翰也是幸运的，因为龙虾一族在交配后就会死去。飞船上，约翰为弗莱接手臂，也许他不懂感情，不过医术他可是无人能敌。I don't mean to nitpick, Super Doc, but do you think maybe you could take one more whack at this? For you, my friend, anything. Ah! My legs!
约翰不懂爱，在他看来，异性之间只有交配，交配在龙虾族是大事儿，他们甘愿牺牲性命，也要将此事进行到底。作为人类的弗赖却认为这很庸俗，很不耻，但他又真的懂爱吗？以为自己对爱了如指掌，却还没有约翰看得通透，以为甜言蜜语就能让人轻易爱上自己，本质上却不过是一个谎言加上另一个谎言，以为女孩子都很好骗，结果反被骗了进去。艾德娜的心里只有利益，她没有选择约翰是她的损失，也是约翰的荣幸，因为像她那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约翰为她付出。最后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鲜花加浪漫，更不需要谎言去烘托，而是抛开最原始的想法，抛开所有的利益，仍然忍不住去关心她，仍然想要和她在一起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是曹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